2025年2月2日，特朗普宣布关停美国国际开发署官网无法访问，办公楼贴上封条，员工凌晨被告知不用上班。紧接着，包括中情局、国家安全局等5个情报机关及200万联邦文职收到白宫的买断邀约，咱们特工要为 MAGA 响，我不下岗谁上岗？近2万人接受提议，喜迎下岗潮。而据效率部长工马斯克表示，下一个目标是裁撤教育部。与此同时，在小加老莫主动认怂后，美国原定4号执行的加征25%关税计划暂缓1个月，而对中国加征10%关税则如期生效。回来了，熟悉的味道终于回来了。就在川普手持总统令挥斥方遒之际，隔壁东大呢也在上班第一天予以回击，对美国的原油、农业机械加征10%关税，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加征15%，另外还将25种稀有金属列入出口管制。这一连串暴击让我联想到一个地儿——新疆。新疆啊，是我国油气资源中枢、煤炭超级基地，还有600千米长的稀有金属矿带。川普1.0时代就炒作新疆问题，时隔数年，这个超级回旋镖为川普2.0送上回归好礼，真天道好轮回。大家好，我是正在征战奇卡尔的星辰。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西方总想搞乱的新疆现在咋样了。提到新疆，大家最先想到什么？张骞、赵慧、哈密瓜、牛羊、葡萄、迪丽热巴。新疆面积约16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法国、7个英国。除了吃不完的干果、种不完的棉花，身处内陆的新疆土特产还包括三文鱼、澳洲淡水龙虾、南美白对虾啊。众所周知，土特产啊就是土里特能产。2024年，新疆油气产量6606万吨，连续3年全国第一。原煤产量少点，4.57亿吨啊，全国第4。这里还是太阳能电池板必备材料多晶硅的主要产地，产量只占全球约45%而已。不仅资源丰富，位置也相当优越，地处亚欧大陆中心，扼守连通东西的咽喉，自古就是中原大一统王朝封侯拜相的好副本。像张骞出使西域，班超投笔从戎，左宗棠抬棺出征，都是我们从小背到大的东西。正因为重要，新疆也成了美国矢志不渝告示的重要原因。2019年12月，美国通过涉疆法案；2021年又纠结欧盟、英国、加拿大搞了个联合宣言，宣布新疆棉花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制裁。好家伙，真就自己干过的坏事直接套呗。小提一嘴啊，新疆棉事件的爆发不久，北大组织留学生开展知行计划，走进新疆社会实践。在石河子还诞生了一幅世界名画，黑人留学生采摘棉花，白人留学生一旁做笔记。地狱笑话的属于啥？之后老美每年都炒作下名单，除了一众北约小弟，常客还包括斯威士兰、列支敦士登、利比里亚等知名豪杰。更搞笑的是跟着起哄的亚洲国家就日本，穆斯林国家呢更是只有患上多富综合症的土耳其。那老美的制裁有用吗？答：如有。首先是棉花，2024年新疆棉花产量为568.6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比重创下历史新高92.2%。另一边欧盟原计划2024年将主要口径的弹药产量提高到每年150万枚。遗憾的是，计划只成功50%，度过2024年。因为欧洲造炮弹缺2个东西，这也缺啊，那也缺。不仅炮弹产能不足，生产火药的消化棉还严重不足。根据莱茵技术总裁阿曼的说法，欧洲70%消化棉来自中国，而中国90%以上棉花产自新疆。2024年4月，欧洲议会通过一项法律，阻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入欧盟。好嘛，这是往自己脖子上死命掐，还得问对面一句啊，怕不怕？
图啥呢？图160吗？而当年带头抵制新疆棉的是 H&M、耐克、阿迪达斯，他们现在用不用新疆棉我不知道，但福报也没少了。由于中国本土运动品牌的成长，加上新疆棉事件后，不少中国消费者转而支持国货。2023财年，阿迪达斯出现1992年来首次年度净亏损，耐克呀倒是还在盈利，但由于财报不理想，外加作为巴黎奥运赞助商的耐克 CEO 深入学习二战法国的经验后，主动投降下调业绩展望，导致去年6月财报发布第二天市值蒸发284亿美刀，之后基本是销售跌、收入跌、评级跌、股价跌，跌跌不休，一年内股价跌没了31%。而站在品牌背后操纵的是一个瑞士的非政府组织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它背后金主则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就刚被特朗普臭骂，然后让马斯克连锅端那个这不棉花没搞成，去年 BBC 呢又炒作新疆番茄并呼吁抵制，成功给戴英整出了个新词儿披萨危机。说人话就是番茄酱卖光了。经常吃英国菜的都知道，番茄酱呢是大英帝国餐桌上最闪耀的配料，但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番茄生产国，而新疆的加工茄酱产量又占我国总产量的80%。啥？英国为啥不吃新鲜番茄？不好意思呀，供应商西班牙和摩洛哥因恶劣天气减产了。得嘞，部分英国餐厅推出不含番茄的白披萨和白酱意面，让本就突破人类下限的英国菜雪上加霜，美食笑传之菜菜白不仅如此，2024年6月，属于新疆的坡天富贵中吉乌铁路尘埃落定，正式签约。这条铁路东起新疆喀什，经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一旦修通，斯坦国的金山矿、海气田能经新疆源源不断运往我国，而咱的工业品则能送到中亚几亿人的大市场。其实1997年就提了计划，但因为各种阻挠拖了27年。现在能推动得感谢2大功臣，一是北部大开发战略合作伙伴孝泽，二是砸锅卖铁援乌的欧美。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无论是生产总值，还是货物进出口贸易额，亦或是粮食瓜果产量，近几年新疆都在增加。而老美如同给村头厕所送纸般出台的法案，不仅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反而整出了不少乐子。之所以这样除了14亿中国人民作为后盾外，还得益于一个定海神针、自力更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49年9月，随着新疆和平起义，王震将军率第一野战军浩浩荡荡挺进大戈壁。当时新疆一穷二白，有人曾戏谑这里轻工业是烤馕，重工业是钉马掌。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教员向10万驻疆将士发出号召，铸剑为礼，屯垦戍边。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自此这支部队承担起了既要守住国门，又要维稳社会，还要搞好生产的重任。为了不与民争利，兵团开荒地点几乎都分布在沙漠边缘、边境之上，条件极为恶劣。但没有什么能难倒英勇的解放军，农机不够，那就干部带头，用最原始的锄头开荒。缺水，兵团就组织专家联合攻关，滴灌技术设备。从当年的八路军120师、359旅到如今的新疆建设兵团，经过70年发展目前新疆建成了全国最大节水灌溉示范基地，技术输出到18个国家地区。兵团年生产总值从1亿元增长到近3700亿，粮食年产量从7万吨增长到400万吨，完全自给自足。从北疆的阿勒泰到南疆的昆仑山，从东边的哈密到西边的伊犁河谷，生产建设兵团下辖14个师，在新疆各地生根发芽。各兵团还发展出了自己的拳头产品。2023年新疆海鲜大丰收的消息大家都刷到过吧？这就是兵团第1师龙达水产合作社及第3师红旗农场利用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改良为人造海水后创造的奇迹。截至2023年，仅南疆湿式的盐碱水露天养殖池塘面积就达5000亩，预计水产品产量2500吨。另外兵团第2师的番茄酱、兵团14师的红枣、兵团第8师的胡萝卜汁均畅销国内外。最特殊的要数驻防伊犁河谷的农4师，他们种出来个4A 级景区——中国薰衣草之乡。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薰衣草而已，有什么稀奇的呢？因为它不仅能用作日化香料，
还有镇痛安眠、抗菌抗炎、治疗烧伤等药用功效。而建国初，我国使用的薰衣草精油全部来自进口，费用高昂。50年代，万物皆可种地的种地大国决定本土化，将薰衣草试种任务下达兵团，最终落到了彼时的农4师技术员、上海青年徐春堂身上。虽然徐老熟悉香料制作工艺，但当时他对薰衣草种植毫无经验，出苗、成活、繁育、越冬，处处都是难关。最严重的还是气温。薰衣草老家在温暖的地中海，而伊犁河谷冬季苦寒漫长，薰衣草成活率极低。靠着7年反复实践，徐老一步一步改良土壤，调整播种季节，培育耐寒品种，使薰衣草出苗率提高到90%，越冬率达95%。与扎根新疆、穷尽一生选育瓜种，让国人实现吃瓜自由的吴明珠奶奶一样，徐老从20岁毕业，响应号召进疆，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新疆，奉献给了中国薰衣草产业。2003年，徐老起草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薰衣草精油加工生产标准，并最终成为国家标准。为了真正自主可控，避免种子被国外卡脖子，2004年100克薰衣草种子搭载我国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上天进修，经过18天太空旅行后返回地球培育。自此，我国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薰衣草品种太空蓝。相比其他薰衣草太空蓝不仅颜值高、植株大、产油量也更高，直接把薰衣草精油价格打了下来，让全民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产品。可惜的是徐老没能看到这一幕。同一年，年仅60的徐老在准备退休回上海前查出肠癌。次年11月，为我国薰衣草产业奋斗40年的徐老与世长辞。带着徐老一生只为一株草的精神，2006年，农4师将旗下直属香料企业整合成立品牌伊帕尔汗。2009年，伊帕尔汗薰衣草观光园建成，被列入国家4A 景区。2014年，伊帕尔汗荣获中国驰名商标，并在2022年成为国内首个冰字号授权的企业，也是中国为数不多可以使用伊犁薰衣草地理标志的企业。截至目前，新疆伊犁的薰衣草种植面积超10万亩，与法国普罗旺斯、日本北海道并列为世界薰衣草3大产区。2025年1月，刚刚上任的特朗普签署总统令，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而仅仅3个月前，中国和田防沙治沙区随着新疆人民在最后宽50米、长100米的空白区栽上了玫瑰树苗，至此历经46年之久，植树7000万亩。这个有着死亡之海名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被带上了一圈长3046公里的绿围脖。一部奋斗史，3代兵团人。新疆的故事也正是我们祖国从一穷二白、危机四伏的初创，到突破封锁、科技转型，成长为世界最大工业国，艰苦奋斗数10年的缩影。朝鲜战争后，彭大将军曾说过，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在东方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而现在，新疆用实际经历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妄图挥动制裁大棒毁掉一个地区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忆往昔，黄沙漫天，苦寒闭塞，看今朝瓜果牛羊，草木芬芳。一个甲子过去，旧貌换新颜。新疆3代兵团人用70年时间实现了那句话：新疆是个好地方。